你有没有当过那种孤独的决策者，坐在会议室最上面的位置，讲完一个想法，底下一片点头叫好，没有人反对。那一刻你心里其实很慌，是真的这么好，还是大家只是不敢说？等到专案做砸了，私底下才有人补一句“我当初就觉得怪怪的”，可惜那句话从来没有人当着你的面讲。这是所有掌权者最大的盲区，位置爬得越高，听到的真话就越少。大家会挑你爱听的讲，会替你过滤坏消息，然后投你所好。最后你以为自己耳聪目明，其实活在一个被精心包装过的世界里，被自己最信任的人一点一点哄瞎了眼睛。1400年前，有一个皇帝把这件事看得比谁都透。他手握天下最大的权力，却每天逼自己去听那些刺耳的、顶撞他的、让他下不了台的话。他在位23年，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被称颂的盛世——贞观之治。后人把他跟臣子那些治国问答整理成一本书，成了往后1000多年帝王将相按头必读的领导教科书。这本书就是《贞观政要》，那个皇帝就是唐太宗李世民。今天20分钟，我帮你读完它。别误会，这不是一本只给皇帝看的古书，它讲的是每一个带人、管事、做决策的人都会撞上的难题：怎么听得到真话，怎么用对人，怎么在最顺的时候不翻车。我把唐太宗的领导学拆成5个你今天就能用在团队、职场、人生里的重点。我们开始。先花2分钟认识一下这个皇帝，还有这本书到底在讲什么。唐太宗李世民是唐朝第2位皇帝。他年轻时是横扫天下的猛将，替父亲李渊打下大半个唐朝江山。可他登上皇位的过程并不光彩，发动玄武门之变，亲手除掉兄弟，逼父亲退位，才坐上那个位子。你可能会问，一个靠流血政变上台的人，凭什么成为千古明君？关键在于李世民太清楚权力是怎么回事了。他亲眼见过隋朝怎么从盛世巅峰短短几年就土崩瓦解，知道一个皇帝只要开始膨胀，听不进话，再大的帝国也会垮。所以他登基后做了件最反人性的事，主动把一群敢顶撞他的人留在身边，逼自己天天听真话。这群人里最有名的一个叫魏征。魏征原本是死对头，他是太子李建成的人，曾劝太子早点除掉李世民。换成一般皇帝，这种人早被清算了，可李世民不但没有杀他，还让他当最敢直言的谏官。魏征这一生当面顶撞唐太宗200多次，常把皇帝气得下不了台，可事后都被忍下来，听进去了。这对君臣成了历史上明君与正臣最经典的一段佳话。那这本《贞观政要》是什么？它不是唐太宗自己写的，而是100多年后，唐朝史官吴京把贞观年间君臣治国的对话、辩论、决策整理分类编成的书。你可以把它想成贞观朝会议记录精华版，没有空洞的大道理，全是活生生的问答，皇帝怎么问，大臣怎么答，遇到难题怎么吵，怎么拍板。说穿了，这就是一本1400年前的领导力手册。接下来，我把唐太宗的领导学拆成5个重点，一个一个讲给你听。如果要用一句话抓住整本《贞观政要》的精髓，那就是唐太宗最有名的一句感慨：以人为镜。魏征死后，唐太宗非常难过，对身边的大臣说了一段流传千古的话：夫以铜为镜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古为镜，可以知兴替；以人为镜，可以明得失。意思是，拿铜当镜子，可以照见衣帽穿戴整不整齐；拿历史当镜子，可以看清一个朝代为什么兴，为什么亡；而拿人当镜子，可以照见自己的对与失，对与错。他接着说，魏征一死，我就少了一面最珍贵的镜子。你发现了吗？唐太宗领导学的全部秘密，就藏在这个镜子的比喻里。一个有权力的人最大的危险，是看不清自己，你的缺点、盲区、正在犯的错，你往往是最后一个知道的。而唐太宗最了不起的，不是他多聪明，而是他愿意主动去找镜子，保护镜子，甚至忍着难受去照镜子。
一般人刚好相反，只爱照哈哈镜，专挑那些把自己照得又高又帅的人来亲近，把指出问题的人推得远远的，结果再也看不见真实的自己。所以接下来这5个重点，你可以把它们想成唐太宗替自己打磨的5面镜子。第一面是纳谏，听得进逆耳的真话；第二面是知人善任，把对的人放在对的位置；第3面是居安思危，在最顺时照见潜藏的风险；第4面是以民为本，永远记得自己的根基是谁；第5面是自省，回过头来照自己这颗心。我们一面一面看。第一个重点，也是唐太宗领导学的地基，叫纳谏，听得进逆耳的忠言。唐太宗有一句非常清醒的话：人欲自照，必须明镜；主欲知过，必集忠臣。想知道自己错在哪，就必须靠那些敢说真话的人。他还补了一句更狠的：主若自贤，臣不匡正，欲不为败，岂可得乎？当领导的如果自以为了不起，底下又没有人敢纠正他，这种团队想不垮掉，怎么可能？那怎样才听得到真话？唐太宗问过魏征，一个君主，怎样算明，怎样算暗？魏征的回答是整本书最闪光的一句：君之所以明者，监听也；其所以暗者，偏信也。领导之所以英明，是因为监听，广泛听各方意见；之所以昏聩，是因为偏信，只听某一面之词。后人把它浓缩成8个字，你一定听过：监听则明，偏信则暗。这8个字是所有领导者的照妖镜。为什么很多老板会被架空，会做蠢决定？常常不是因为他笨，而是他身边只剩一种声音，报喜的越来越多，报忧的越来越少，于是他活在一个资讯同温层里而浑然不觉。举个例子，一个主管每次开会都先把方案讲得很满，谁提反对意见就臭脸，就反驳，底下的人很快学乖，以后一律附和，有问题私下讲或干脆不讲。结果他觉得团队很有共识，其实早成了瞎子，等问题爆出来还在纳闷怎么都没有人提醒我。是你自己把愿意提醒你的嘴都堵上了。反过来，真正高明的领导者会刻意制造反对声音，开会不先表态，先让大家讲，甚至奖励敢指出风险的人。因为他懂，让你舒服的话往往害你，让你难受的话往往救你。一个团队最宝贵的是那个敢在所有人都说好时站出来说等一下的人。所以纳谏这一课重点只有一个：你越有权力，就越要主动保护那些敢跟你讲真话的人。当有人指出你的问题，先别急着反驳、辩解，把那口气忍下来，认真听完。你能不能听到真话，不取决于别人敢不敢讲，而取决于你愿不愿意听。第二个重点是让贞观之治真正转起来的引擎，知人善任，把对的人放在对的位置上。唐太宗手下为什么能聚集那么多人才？因为他用人有一套清醒的原则。有一次讨论到哪去找人才，有人感慨现在没有什么能人，唐太宗当场反驳：前代明王使人如器，皆取事于当时，不借才于易代。古代英明的君主用人就像工匠使用器具，每样工具都有它的用处，从不抱怨这个时代没有人才。他接着说，哪个时代会没有人才呢？只怕是你自己有眼无珠，埋没了人才却不自知罢了。使人如器这4个字，就是知人善任的核心，用人要用他的长处。世上没有完全没有用的人，只有放错位置的人。一个领导者最重要的本事，不是去找十全十美的完人，那种人根本不存在，而是看清每个人的长短，把他放到最能发挥的位置上。唐太宗用人最经典的是让房玄龄和杜如晦搭档，史称房谋杜段。房玄龄点子多，谋略周全，却常拿不定主意；杜如晦不善出花样，却极善决断，看准了就拍板。两人各有短板，凑在一起却天衣无缝，这就是把人放对位置的威力。翻成今天，这叫用人之长，容人之短。举个例子，团队里有人擅长冲锋，开拓客户，却不耐烦做细活；有人不善交际，却能把流程数据管得滴水不漏。差劲的主管整天盯着缺点看，逼冲锋型的去做细活，
逼内向的去跑业务，两个人都很痛苦。高明的主管反过来，让每个人都做最拿手的事，整个团队就活了。还有个通病是，很多人只敢用听话顺手的，不敢用有脾气、有锋芒却能力强的。可唐太宗偏偏敢用魏征这种天天顶撞他的刺头。真正的用人高手，看的是这人能不能把事做成，而不是顺不顺自己的心。所以知人善任这一刻的提醒是，别再执着于改造一个人的缺点，学会发现和使用他的优点。你需要的不是完美的人，而是把不完美的人放到对的位置。第三个重点是唐太宗能守住盛世，不重蹈隋朝覆辙的关键，居安思危，在最安稳的时候去想那些还没有发生的风险。贞观中后期，天下太平富足，很多大臣开始飘了，觉得可以松口气，享受了。这时魏征反而最紧张，不断提醒唐太宗，越是这种时候越危险。贞观政要记下了这个道理，圣人所以居安思危，正为此也。真正有智慧的人之所以在安稳时还保持警惕，还在思考为难，正是为了防备太平日子过久了就松懈这种人性。为什么居安思危这么难？因为它违反人性，人在顺境里本能的会放松、自满。最危险的，往往不是你焦头烂额的时候，那时你全神戒备反而不容易出事，恰恰是你觉得一切尽在掌握，可以高枕无忧的时候，才最危险。隋朝就是这样垮的，盛世到顶点，皇帝觉得天下无敌，大兴土木，好大喜功，短短10几年就亡了国。唐太宗亲眼看着这一切，所以始终不敢松那口气。举个例子，一家公司靠一款产品赚得盆满钵满，市占第一，所有人都在庆功。这时最该做的恰恰不是庆功，而是问一句：哪天这款产品不行了，我们还剩什么？真正活得久的企业，往往在最赚钱时就开始投资下一个增长点，警惕那个还看不见的对手。反过来，多少曾经的行业龙头，就因为在巅峰时太安逸，看不起新冒出来的小玩家，几年之间就被颠覆、淘汰。打败你的，常常不是更强的对手，而是你自己在顺境里的松懈。个人也一样，在事业最顺时，最容易停止学习，停止进步，觉得这套经验够用一辈子，可今天让你成功的本事，明天可能就过时了。居安思危不是要你天天焦虑、杞人忧天，而是要你在顺风时保留一分清醒，在最好的时候想最坏的可能，你才走得稳，走得久。第四个重点是唐太宗整套治国思想最根本的底色，以民为本，也就是永远记得，撑起你这份事业的，是底下那些最普通的人。贞观政要里有一个千古闻名的比喻，是魏征引用古语提醒唐太宗的：君，舟也；人，水也。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君主就像一条船，老百姓就像承载这条船的水。水可以把船平稳托起，送向远方，但同样这片水，也可以在你失去民心时，把整条船掀翻、淹没。唐太宗对这比喻印象极深，常拿它来警惕自己。这个比喻一语道破了权力的真相，你的权力从来不是凭空来的，而是底下无数人托起来的。隋朝有那么强的军队，那么多财富，为什么说亡就亡？因为他把水逼反了，老百姓被逼得活不下去，再强的船也会被掀翻。所以唐太宗登基后拼命轻徭薄赋，与民休息，他很清楚，保住了民心，才保住那片能载着他的水。翻成今天的组织管理，这个民可以是你的员工，也可以是你的客户。先说员工，一个老板如果把员工只当压榨的工具，拼命压成本，出事就甩锅，短期或许舍了钱，可这片水会慢慢变凉、变反，人心散了，关键时刻没有一个人愿意替你扛。真正聪明的老板懂得善待员工，因为他知道是这群人才把公司这条船撑在水面上。再说客户，一家企业如果眼里只有赚钱，把用户当韭菜割，用套路坑他们，短期财报很好看，但用户的信任就是那片水，你今天怎么对他，他哪天就怎么回敬你。多少风光一时的品牌，就因为太不把用户当回事，最后被用脚投票，彻底抛弃。水能载舟，
亦能覆舟放在任何生意上都成立，把你捧起来的和能把你掀翻的，从来是同一群人。所以以民为本这一刻只有一句话，永远别忘记是谁在底下拖着你。无论你做到多高的位置，多大的生意，回过头善待那些撑起你的人。你怎么对待这片水，这片水将来就怎么对待你。最后一个重点是贯穿整本贞观政要，也是唐太宗领导学的总开关，自省，回过头来照一照自己这颗心。我们再回到开头那句话，夫以铜为镜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古为镜，可以知兴替；以人为镜，可以明得失。铜镜照外表，使镜照兴亡；人镜照得失。讲到最后都指向同一件事，一个领导者要时时刻刻有能力看见自己。前面讲的那件知人、居安思危、以民为本，全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。你得先愿意承认我可能是错的，后面那一切才有意义。唐太宗最稀有的能力就是反求诸己。一般人遇到问题，第一反应是往外找原因，别人的错，环境的错，运气不好。可唐太宗养成一个习惯，先回头问自己，这件事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对？能照镜子是一回事，敢不敢面对镜子里那个不完美的自己，又是另一回事，后者才是真正的高手。为什么自省这么难？因为人的本能是护短，维护那个我是对的感觉。承认错误很痛，所以绝大多数人宁可一错再错，也不愿回头照那面镜子。可是如果你永远看不见自己的问题，又怎么可能改正它？举个例子，同样是专案失败，一个主管第一时间把矛头全对外，怪市场，怪队友，怪客户，唯独不提自己，底下的人心里门儿清，跟着他学不到东西。另一个反过来，先当众说这件事我有责任，我哪几个判断错了。神奇的是，当领导的愿意先照自己的镜子，整个团队反而放下防备，开始真诚复盘，能自省的领导，才带得出能成长的团队。所以最后这一刻，送你一句话，把批评你的人当成你的镜子。当有人指出你的不是，先别急着难受，急着反驳，停下来问一句，他说的有没有道理？我是不是真有这个问题？守住这份肯照镜子的自觉，你就守住了一个人能不断变强的总开关。好，20分钟快到了，我们把今天从贞观政要里挑出来的5个重点，串成唐太宗的一整套领导学，复习一遍。第一，纳谏，听得进逆耳的真话，记住兼听则明，偏信则暗，主动去保护那些敢跟你讲实话的人。第二，知人善任，使人如器，用人用他的长处，别执着于完人，把不完美的人放到对的位置上。第三，居安思危，在最顺的时候想最坏的可能，顺境是用来布局的，不是用来松懈的。第四，以民为本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，永远记得是谁在底下拖着你，善待你的团队和客户。第五，自省，以人为镜，可以明得失，把批评你的人当成镜子，可回头照自己，才走得远。你发现了吗？这5个重点，表面讲的是1400年前一个皇帝怎么治国，骨子里其实是同一件事。一个有权力的人，最大的敌人从来不是别人，而是那个看不清自己，听不进真话，在顺境里飘起来的自己。唐太宗了不起的地方，不是他没有缺点，而是他愿意用一面又一面镜子，把自己照得清清楚楚。说到底，这套领导学不只是给皇帝、给老板看的。只要你这辈子要带人，要管事，要为一群人做决定，这5面镜子就用得上。真正的强大，从来不是让所有人都听你的，而是你永远有能力听见真话，看见自己。听完很有感触，但你明天就忘了，那这20分钟就白费了。所以我只给你一个今天就能开始做的小练习。唐太宗领导学的全部秘密，浓缩成一个字，就是那面镜子。一个人能不能持续进步，关键在于他有没有一面照得见自己的镜子。而这面镜子，你今天就可以替自己准备。从今天起，替自己找一面人镜，刻意去找1-2个敢对你说真话的人，
一个直率的同事，一个不怕得罪你的朋友，一个资深的前辈。然后主动问他们一个问题：你觉得我有没有哪个地方是我自己没有意识到，但其实该改的？问完之后，请你忍住想解释、想反驳的冲动，只是安静的听，然后说一句谢谢，我会想想。我跟你保证，这件事一开始会很不舒服。听别人指出自己的问题是反人性的，你会本能的想护短。但这正是唐太宗修炼了一辈子的功夫，兼听而不偏信，以人为镜去照见那个自己看不到的盲区。你能不能听进一句逆耳的话，往往就决定了你是停在原地，还是继续往上走。一个愿意主动照镜子的人，已经比大多数人多了一份成大事的清醒。如果这集对你有帮助，记得订阅这个频道，我每周都会帮你用20分钟读完一本值得读一辈子的经典。下一集我们要读的是一本更古老也更神秘的书，被称为群经之首、大道之源的《易经》。如果说贞观政要教你的是怎么在人的世界里听真话，用对人，那《易经》要带你看的是更上一层的东西，这个世界变化的规律。当你开始读懂变，你就不只会做一个好的领导者，更会成为一个能顺势而为、进退有度的高手。最后留一个问题，在留言区告诉我，你身边有没有那种敢对你说真话的人？你又是不是真的听得进去？回头想想，上一次有人指出你的问题，你的第一反应是感谢还是反驳？我们下集见。